朋友们，你知道念头的威力有多大吗？你知道怎样通过念头来影响自己的命运走向吗？假如你还不懂得回到内在，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也就是在浑浑噩噩的活，换种说法就是被命运束缚了。你看所有人的一生是不是都是这样的？一切都起源于念头。面对人事物，你会有你个性化的反应模式，也就是脑回路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就形成了你的情绪回路。你一这么想，那个情绪就跟着起来了。固定化的思维模式引发了固定化的情绪模式，思维模式、情绪模式加在一起，一定会想要对外表达，于是就成了你的表达模式，最后变成了行为模式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行为模式加在一起，就是所谓的习性。多个习性加在一起呢，就是你的个性。所以你就活成了固定化的你。遇到这样的事，你就会这样反应；遇到那样的人，你就会那样的应对。比如遇到困难，你就是会患得患失，情绪内耗，最后半途而废。小时候上学是这样，长大了工作生子，大事小情都是这样，一有点不顺就卡住你了。于是要么你活成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自称为苦命的人，要么就不再自信，永远依赖他人。你看，念头引发情绪，情绪影响行为，最后形成习惯，固定下来的就是你的命运。这不就是相由心生吗？听到这，你是否明白了命运如何才能转变呢？没错，念头才是根本。那念头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念头呢，也叫一尘，在佛家普州法界就叫做一尘。举个例子，什么是大海？大海的一滴水就等于大海。你的每一天等于你的一生，每一天就相当于大海里的一滴水。我们总是说人生，说一辈子，就是因为你忽略了一天。所以大海里的一滴水就等于大海，人生当中的每一天等于一生，这叫一尘，也叫当下。一尘可以生出无尽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一滴一滴的海水组成了大海，一尘一尘组成了心界，也叫法界，一天一天组成了人生。所以一尘可以生出无尽，因为一滴一滴组成了大海，因为一尘一尘组成了心界，而你的一个念头就是一尘。如果你听懂了这些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说一念转万境转。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，我只是想了想又没有做，这也能影响到我吗？没错，念头的产生呢，叫起心动念。虽然它刹那生灭，不复存在，但只要你这个念头产生了，它的内容就会存储在你的记忆中，形成识，而识又会指导我们如何起念。我们念头纷飞，连续不断，但每一个念头又都是依据识而产生，两者相互作用，相互转化，互相依存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想了一下，就会产生无限的变量。所以我们要善护念，学会在生活中去转念。提到转念呢，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，就是以为转念是要对自己已经升起的念头去做点什么。但实际上，转念并不是强行去改变已经升起的念，不是让你在痛苦的时候要求自己快乐，在软弱的时候要求自己坚强，而是允许自己的痛苦和软弱。很多时候，你之所以无法完成转念，就是因为你在用大脑的思维强行去转变，这也只是从认同于一个念头换成了认同于另一个念头而已，并没有处理大脑的维度。真正的转念是接纳念头，不被念头牵着走，而是要跳出来，以旁观者的身份心平气和地应对一切，不评判，不执着，不介入，用心若镜。真正悟了道的人没有时间观念，
金刚经告诉我们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时间是相对的，真正的时间万年一念，一念万年，没有古今，没有去来。就像有一首诗，风月无古今，情怀自浅深。月亮、太阳、风、山河，它们永远都是一个样。古人看到的那个天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是一样的世界。未来的人看到的也是。风月虽是一样，但是情怀有浅深。有些人看到风景很高兴，而痛苦的人看到一样的风景却悲哀的想要死，都是自己唯心所造。不管儒家、佛家还是道家，都告诉我们要好好关照你的起心动念。凡夫的心总是在变化中，像时间一样，永远不会停留，永远把握不住，永远是过去的。所以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我们刚说一声未来，它已经变成现在了。正说现在的时候，已经变成过去了。这个现象是不可得的，一切感觉、知觉都是如此。可是凡夫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拼命想在一个不可得的三心中停留，想把它把握住，这就是心有所住了。佛家说这个世界可以坍缩成一微尘，人生甚至可以坍缩成一个念头、一个想法，因为一微尘可以放大成一个世界。所以你的念头是因，你体验的人生是果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会非常谨慎地去关照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，因为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如同一颗种子，它会在不久的将来因此而结下一个果。也正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法则去创造，就如同农夫创造粮食，花农创造花朵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就像有些人，他一生的念头就是在证明自己是强大的，所以他永远都在自证，永远没有真正做自己，总是在幻想。微尘不放大，世界就会缩小，也叫做一念小，世界小；一念大，世界就变成了无量和无边。如果你听懂了这个，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实际上这就是宇宙的真相。不管是世界还是微尘，世界即非世界，微尘即非微尘。什么叫非世界？五蕴皆空。在这里呢，有一个重点，不管世界有多大，都只是你的念头而已。不管它有多复杂，也只是你的一个念头而已。前面介绍的是小，后面介绍的是大，但是又回归到了小，就回归到了念头和微尘。看起来这一生我们要做的、要满足的、要弥补的东西有很多很多，活着的目标好像特别多，考个好学校，找个好工作，寻到合适的伴侣等等，既要还要，既满足还要满足，都要去做到。但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不管它有多大，都是影像而已，都是水中花镜中月。因此不管影像有多么的复杂，比如说我们来到了山脚下，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一座高山，你说这个山好高好大，这个只是你的记录而已，这叫影像，仅仅是一个你的体验而已，犹如大海当中的一个波浪。所以全部都是清净自性原明体，是一个镜子的反馈。我们生出来的时候，不知道山有那么高那么大，不知道有爱情，不知道金钱，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本来就是自清净的，很干净的来。因为你经历和看到了，所以你的障碍就来了，念头也就来了，想法也就来了。
欲望也就来了。是我们在惹事，不是事在惹我们。这个世界不论有多大，它都是空，因此叫做梦幻泡影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就是个记忆片段。如果我们活到了100岁，坐在轮椅上回首过去，就会知道自己的人生经历只是大脑当中的回忆而已，如梦幻泡影。所以佛家讲的开智和智慧，是什么时候你发现你是一个录像机，你借助自己的肉体，借助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去记录。我们只是记录，带着这个身体来记录，经历过10岁、50岁、80岁，经历过爱恨离愁，经历过人心险恶，你都经历了。它仅仅只是个经历。当你知道仅仅是个经历的时候，你就变成有智慧的人了，也就开智了。如果你理解了这一层，就能明白什么叫做无所有不可得，体验而已，我就看看。所以实际上我们在空产生的身体感受了假，叫4大假合，也叫借假修真。借助身体明白了还有一颗心，明白了还有一颗看不见摸不到的心。所以只有懂得了借假修真，你才会做到真的不执着。当你真的不执着于任何的时候，那一刹那你就回归到了荧幕的当下，就回归到了镜子里面，没有主观，没有成见，物来则应。事情一来，这个镜子就反映出来。今天喜怒哀乐来，就有喜怒哀乐。过去不留，一切事情过去了就不留。真正的活在当下，这就叫做自性清净圆明体。所以真正厉害的人，活得好好的人，都是大彻大悟之人。何为大彻大悟？就是了悟了生命的真相。不管遇到怎样的人事物，他们都能跳出人生看人生，站在实相观人生。真空妙有，一切有形有色的有，都是从无形无相的空性，也就是自性本心显化出来的幻影。心外无物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于是如如不动，不受干扰，平静自在。他们不再是心随境转，而是境随心转的笃定。一切都是幻象，都影响不了我，不会再陷入固定的情绪模式，也就跳出了行为模式，跳出了习性，命运不就转变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阳明先生说不用操心你的人生，你只需要操心你的良知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